欢迎来到星星频道，请点击订阅并关注，获取最新资讯。程磊、徐若涵新剧《玉殿秋》开播，摒弃陈旧甜宠，乱世中家国情感令人感动。民国题材这几年在内娱的名声算是彻底臭了。男主梳着油头耍帅，女主披着军装谈恋爱，随便一场戏都能看出绿幕抠图的毛边。观众早就不买账了，审美疲劳到了极点。但最近刚刚上线的《玉殿秋》有点意思，整整38集的体量，硬生生把民国剧拍出了久违的古香。张丰毅和徐帆这两位实力派老戏骨往那一站，整部剧的底盘就算稳了。这剧最狠的地方，就是主创团队敢逆风局操作，没拿观众当傻子。故事抛弃了那些无聊的偶遇套路，直接把背景砸在上世纪20年代的南怀城。穷学生叶平君为了给重病的母亲筹措医药费，跑到湘西会馆做散工。这本是个底层人挣扎求生的寻常开局，结果上班第一天，他意外撞破了一场针对军阀少帅于场轩的刺杀行动，当场就被扣作嫌疑人。换作一般的工业糖精剧，这时候剧情就该往英雄救美发展了。这剧完全不按套路出牌。于家无少于场轩心思深沉得很，他根本没把叶平君简单粗暴的移交官办机构，直接抛出了一个倒计时10天的赌局，10天之内揪出幕后黑手，前嫌尽释，要是查明无果，他就得彻底听凭发落。这10天的悬疑局直接把前期的博弈张力拉满，两人的关系从一开始就充满了戒备与互相试探，没有任何无缘无故的巧合，只有乱世里各方利益倾轧的必然结果。随着剧情展开，多方势力纷纷入局，叶平君那个留洋归来的青梅竹马江学庭步入了仕途，另一边还有个门当户对的富家千金死盯着于场轩穷追不舍。多方利益交织在一处，硬是把于场轩和叶平君逼得签下了一纸契约婚书。这完全没有任何霸道军阀爱上我的俗套，两人这么做纯粹是为了稳固于家军的权势地盘，同时也是为了护住对方。后来叶平君母亲骤然离世，堆积如山的误会彻底爆发，他心灰意冷之下选择了离开。这段戏其实是整部剧最提气的一个转折，叶平君这个角色的轨迹清晰地展现了什么叫真正的清醒。他最初所有的拼命挣扎，图的只是延续母亲的生命，根本没奢求过什么豪门阔太的安稳日子。母亲病故后，他没有在卿卿我我中消耗自我，他迅速走出了私人情感的泥沼，转身成为一名坚定的革命者。信仰成了他最终的落脚点，私人情感自然就退居其次了。分离后的岁月里，时代洪流推着他们各自前行。几年后战火连天，两人再次相遇时，昔日的私人恩怨早就被抛诸脑后。于场轩彻底抛却了纨绔子弟的伪装，真正挑起了保家卫国的重担。他也逐渐明悟了权力真正的用处是庇护弱小，绝非肆意掠夺。他们两人共同踏上了挽救民族危亡的道路，这格局一下就打开了。哪怕是反派，这剧也刻画得足够丰满，逻辑自洽。江学庭干尽了坏事，但剧本把他的种种恶行清清楚楚地归结于那个扭曲的成长环境。他坏的有迹可循，剧中没有任何强行扁平化的配角，连反派的恶都立得住。剧本扎实只是一方面，这剧的制作细节是真砸了笨功夫。现在内娱多喜欢搞廉价的绿幕抠像和影楼画风，这剧组直接放弃了这些捷径，实景搭起了一个上千平米的鱼公馆。光有面积还不够，为了追求极致的画面质感，他们专门找来废旧老建筑，上拆下来的青砖用来搭建。这种沉淀了岁月的质感，是任何滤镜都调不出来的。再看服饰，4000多套戏服全是纯手工制作，
就拿叶平君的旗袍来说，早期的款式素净单薄，透着穷学生的窘迫。到了后期，盘扣和绣花越发考究，剪裁也变得干练利落。服饰风格的演变暗合了人物性格的蜕变，这种视觉语言极具说服力。这剧把宏大背景下个体的身不由己拍透了。叶平君渴望安稳度日的小心愿，在动荡局势面前脆弱不堪，只能被命运推着向前走。于场轩手里握着重兵，看似风光无限，实则被家族利益和多方势力死死捆绑，诸多决策皆受制于人。这种连好好过日子都难的无力感，现代人看了也能感同身受。再深刻的羁绊，也不该成为困住前行脚步的枷锁。这正是整部剧超越一般言情剧厚度的地方。在这个烂剧扎堆的档口，玉殿秋不炒作 CP， 不堆砌狗血桥段，规规矩矩地讲好了一个故事。内娱那些还沉迷在流水线制、造里赚快钱的资本们，早就该醒醒神了。